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黄韵晨。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国际战略学者林玉峰，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台北市议员徐宏庭，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如果我们的赖总统说啊要脱中入美，那现在世界的趋势是这样子吗？其实很多的国家都已经悄悄做出了选择哦。我们就来听这个英国首相施凯尔的这段话。Of my three predecessors, none held a single meeting for 8 years. No British Prime Minister visited China. 8 years of missed opportunities. Meanwhile, Mr. Speaker, over that period, President Macron visited China 3 times. German leaders 4 times. The Canadian Prime Minister was there a few weeks ago. Chancellor Merz and President Trump are both due to visit shortly. In this context, refusing to engage would be a derelict. Order. 好，他说的这段话不是外交辞令而是过去跟美国走太近的一个路线的反省哈。那么底下呢，是陷入了一阵吵杂。那么不止如此哈，他也不甩川普哈，他在反中的时候呢，是签下了跟中国有多项的协议，为英国带来了数亿英镑的中国企业的新投资，以及22亿英镑的出口，还有23亿英镑的一个市场准入。那么施凯尔啊，不仅仅是这个在这个达成协议之后呢，他也认为啊，在整个效率方面呢，西方国家真的是不如中国啊。他说呢，在技术啊，还有基础设施等领域啊，像中国那样子啊，行动速度的非常的重要。他认为呢，在基础设施等领域呢，英国的推进速度实在是太慢了。而且现在呢，很多的中国留学生呢，现在都去选择英国了哈。那么根据英媒报道啊，截至今年1月啊，申请入读英国高校的中国学生大增哦，比去年呢还要上升了10%。在国际生排名中呢，已经压倒了印度，稳居首位，而且声势还是会持续。他们每年的学费达到了2万英镑至3万5千以上哦。这个呢，对于英国疏解经济困局是大有帮助，简直就是一个救命钱呐。反观美国啊，申请入学的中国学生锐减，那么跌势还刚开始而已，都要感谢谁？都要感谢川普，人才跟资金呢，确实都会用脚投票的哈。那我们来看到，现在美国在干嘛？川普在干嘛呢？他呢在出席活动的时候，是一个俱乐部的年度晚宴。那他在台上致辞的时候呢，竟然是嘲讽政治对手，那说呢，他要赶着离席，因为他要去看入侵格陵兰，甚至还说啊，美国第51州要留给加拿大、格陵兰与委内瑞拉，则是排在这个52、53州。但是他自以为很幽默，结果大家都很冷场，多半是沉默的，现场是陷入了一片尴尬，因为这种玩笑对盟友来说根本不是个幽默嘛，是个威胁。好，那说到威胁的话呢，现在呢，卡尼就说呢，现在美国人真的是慢慢的派人去接触加拿大的独派，是想要去希望去让加拿大来进行独立吗？那么对此呢，卡尼就说了，要美国去尊重加拿大主权。那么地方首长也说，这样子的相关行为形同是叛国。好，但是啊，不仅仅是这个加拿大的部分哈，其实明尼苏达州啊，就是这个ICE的抗议行动呢，他们其实也很不喜欢在川普底下啊。那前州长就说了，说与其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州，不如啊，我们明尼苏达州去加入加拿大好了。川普不爱惜明尼苏达州，那么居民呢，我们自己去寻求新主，未尝不可。好，那对于这样的事情呢，川普又再度把中国给拉过来垫底了哈。他说啊，加拿大，你如果呢跟中国合作的太近的话呢，小心啊，中国会接管加拿大，并且取消你的冰球运动哦。你这样子的威胁，有人会怕吗？我们就来看到了中国车企啊，现在呢在加拿大哈，已经也是可以直接进出了，而且这个关税被调降了，甚至呢也拿下了墨西哥哈。那么美国的大门，你现在还守得住吗？好，分析人士就认为了，中国的车企在加墨建立了据点，并且虎视美国市场的模式，核心已经不再是否会大举进入了，而是
何时以及如何进入。那么加拿大呢，就是一个很明确的讯号，围绕美国市场的围墙已经开始出现了裂缝。好，那中国呢，现在呢也不断的在锁定南方世界，像是这个乌拉圭总统呢，就来到了中国大陆进行访问嘛。2月3号上午啊，习近平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来举行仪式，迎接这个乌拉圭总统访华。那么陆方呢支持乌拉圭接任77国集团和中国、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共同体南方共同市场轮值主席国希望跟乌方还有地区国家来推动共建陆拉命运共同体走向实则。那么乌拉圭总统呢，他也特别是登上了长城啊，感慨这个中国的山河壮景哈。中国呢跟这个乌拉圭的关系呢是越来越近了当然是不只是这个乌拉圭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很多个国家呢都已经陆陆续续的选边站了。除了乌拉圭之外呢，包括了这个英国，而且它的这个路线呢，似乎已经要重新定位了吗？我们来请教赖教授。工党的这个领袖啊，他党魁，他也是现在的英国的首相。他在国会演说的时候啊，他遭到他的反对党这个强烈的制造噪音啊。可是他的反对党保守党当初就是极力要推动跟中国大陆的黄金时代的当时的保守党。然后由于保守党后来追随川普，然后拜登跟中国大陆的关系片面的搞坏了。那搞坏关系的事实上是保守党最早要建立跟中国大陆黄金时代的也是保守党。那现在工党重新启动这个黄金时代跟中国之间的关系，而保守党却又来反对，这个简直是让我们觉得英国的国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啼笑皆非。过去你是主张要推动黄金时代，最后你把它搞坏了。现在工党要继承你的黄金时代，然后你却又要去反对这个也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其实中国大陆跟英国高度互补英国的服务业比较强，尤其是服务商品，像金融保险这方面在国际间是相当有竞争力的，而这个部分是中国大陆所很需要的。所以事实上是两国之间是有高度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条件跟这个前景。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初的保守党要这么大张旗鼓的要推动跟中国大陆的黄金10年，而且英国本身的基础建设事实上是相当的落后。我想有很多观众朋友去过英国，都知道他们，例如说他们的高速公路他们的各方面的基础，包括他们的核电厂，包括他们的机场，其实都已经相当的落后了。他们需要赶快去推动，但是问题就在于他们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基建的技术跟工程特别是核能。核能过去他们就是跟中国、法国合作，由法中中法两国的合作帮英国盖。那后来英国自己把这个条约撕毁了，所以都造成英国的一些困境。那目前来讲，英国的经济情况真的不好，物价涨得非常的严重，然后人民生活的环境跟条件比以前更恶劣，高等院校的情况是更加的恶化。其实英国的高等院校的财政状况出问题，事实上是已经有相当的一段时间了。那现在中国大陆的留学生转移到英国去的话，对英国的高等院校真的是一件好消息因为英国的高等院校的学费是非常的昂贵那你各位想想，有大陆的留学生这样子一个越来越多的过去的话，从美国转到英国去，这个对英国是好消息，对美国绝对不是好消息。而我们台湾的高等院校其实也是困境很久了，从民进党时代开始由于限制陆生来台湾，我们台湾的高等院校在发展中，在招生里面，尤其像我们私立大学，我们就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难度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阻止这些留学生到这个地方来读书，这真的是一件非常严重的错误那台湾是走在前犯了严重错误，美国走在后也犯了严重的错误，而今天英国他把门打开，希望更多的大陆的高教生毕业生能够到英国留学，这个对于他们的
这个学术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就业、高等师资的就业，当然都有好处嘛。这个对于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的发展，绝对是好的，绝对不会是坏的。我不晓得英国的保守党在那边忽悠个什么样的劲啊。另外，我觉得川普的玩笑开太过了，难怪当场的与会来宾，他们都觉得你这玩笑开得太过分了，因为你直接说要把格陵兰变成他的一个州，要把加拿大变成他的一个州，要把委内瑞拉变成他的一个州，这个等于是直接侵犯他国的主权，这个玩笑开太过了。这个对加拿大人、对委内瑞拉人、对丹麦人都是一个羞辱。那你把这个羞辱当成儿戏不断的来讲，这个真的是不可以接受的事情。最糟糕的地方是在于美国的政府跟加拿大的独派人士去接触，要推动他们的独立运动，这个是最不能接受的事情。嘴巴上面去喊反中，不会赚钱，但是呢，去中国谈一趟经贸合作，那真的是对财政有很大的帮助哈。我们来请教这个玉芳委员。那全世界大概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大家都没有预见到今天英国跟美国的关系会搞得这么糟，因为在历史上，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实在太密切了，一起打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然后在这个越战的时候呢，英国虽然没有派部队参加，但是提供训练，提供一些后勤的补给，一些装备，然后给美国啊。而且你看，像这个第一次的波斯湾战争90、91年的，英国参战，而且死了大概47个人呢。然后这个阿富汗战争呢，他死了457个人，还有几千人到医院里面去治疗。所以呢，英国对美国坦白讲，这个严格说来他是表兄美国算是表弟可是呢，你看美国对这个英国在川普这一阵子那个讲话之狂妄，这种嚣张啊，所以你怪不得英国首相会有所这个反应，会想要积极拉拢中国大陆这个来对付来制衡美国这样。你像在北约跟欧盟这会员国高度的重叠，可是英国就离开了欧盟，这里面相当程度是有一些美国的因素在里面而且英国人就是说他想在欧洲扮一个平衡者，可是今天你会发现英国跟欧盟的关系变得非常密切，跟欧洲的其他的北约国家的关系变得非常密切，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被美国激怒了嘛所以这个是川普自己要去好好去检讨了。至于说什么这个加拿大不要跟这个美国这个跟中国大陆走太近，因为怕中国大陆就占领了加拿大，连冰球都没得打。你知道这种玩笑，一般的脱口秀的主角去讲这些都没有关系，你知道？一般的政客说这个，大概人家觉得笑一笑就算了。你是贵为一国的总统，而且是全世界最强大国家的这样一个总统，你说这样的话，说老实话，你羞辱中国大陆就算了，你加拿大情何以堪，对不对？你打仗，你到阿富汗，我也陪你去阿富汗打仗了，我人也死了，受伤了也一堆人，我都没有讲话了。可是你今天对我讲这样子的狠，而且还要这个把我加拿大变成你美国的第51州，这个说老实话，这个就不是说开玩笑，这是羞辱人，羞辱到骨子里面去了。每个国家，大国小国、强国弱国，都有他的自尊心都有他或强或弱的民族主义。你美国就是把这些国家，你的朋友最忠诚的朋友全部都激怒了让他们的民族主义变得很强。你知道，对这些国家来讲，相当程度的跟美国对川普形成这种对立跟冲突，对于他们在国内的政治势力的这种巩固是有帮助的。所以川普要弄清楚。第二个就是说，中国大陆很多留学生到这个美国去念书，你像川普的政策，你就让这些大学不敢过分的跟中国大陆进行学术的交流、学术的合作嘛。虽然从拜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可是你川普做得更彻底。那你想，这么多的学生，每一年他毕业这么多的大学生，很多人想出国念书，当然你美国不好去，
去了呢也容易这个歧视的问题，尤其是现在你像移民跟海关执法局在路上随时可以把人家拦下来，随时可以抓人，对不对？连这个自己的白人明尼苏达这个明尼亚阿波利斯，你都连杀2个这个无辜的这个平民，所以人家当然觉得说这个美国是个麻烦地方，不要去。那当然另外一个选择对他们来讲。现在大陆跟日本的关系也不好嘛，所以另外一个选择当然就是欧洲了嘛，尤其是英国，这学术地位也是很有名的嘛，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总统，一个强国的总统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干扰是这样子的大，这是很少见的。但是川普这样的政策就导致于美国，人才就不够了，那么学费、资金可能也跟着不够了。我们来请教宏庭。我相当同意岳方委员刚所提到的部分哦，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川普1.0的时候，大家说它是一个所谓的单边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哦。到了川普2.0的时候，大家说这叫哇超级唐罗主义，再加上超级单边主义。那也就是说，他扬弃一切过去的所谓的这个国际秩序，然后包括你看最近他连联合国的会费都不想缴 ，WHO 也退出了，然后又退出了40-50个所谓的这个国际组织。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其实，在川普1.0的时候，很多中国大陆的人就讲说：“哎呦，川普如果退出国际组织，那国际组织就是我们的机会。”但是后来大家要发现，就美中开始竞争的时候，一开始在拜登的这个时期，拜登一直强调就是我会回去所谓的国际组织，然后我跟你们是价值观相同，然后再加上供应链未来希望可以依存的朋友，所以拜托你们不要走。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拜登时期在抑制中国的这个能量上面，确实他的模式比所谓的这个川普的模式，我觉得有效的多。那换到川普这个时候呢，大家发现，以前口口声声跟我讲说我们价值观相同，要跟我贸易依存，要跟我讲说世界要做2个规格，一个是西方的规格，一个是东方的规格。那的这些欧洲的人看到川普说，奇怪，你怎么第一个关税的刀砍在我身上？你怎么贸易依存武器化了？然后第一刀居然砍在盟友身上？你现在是用吸星大法，然后把所有的朋友的这个功力全部吸过来，要去对付中国吗？所以所有的欧洲人就开始了他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对川普不满意的这样的动作。我觉得这完全源自于就是川普的过度自信。他在外面，他认为这些盟友都是我的；他在国家内部，他认为说这些移民不管我再怎么处理他们，反正我在国内还是占有优势。可是你可以看到他在国内也遇到状况，他过去把所谓的这个已经成为国民的移民跟非法移民分得开，所以这是他选举成功的地方。可是在ICE上面，你看到他无差别式的执法，同时惹怒了所有所谓的移民的这样的一个后裔跟所谓的移民的人种。那在经济上，你看这些欧洲的盟友全部都对他们有所反应啊。所以这里面我觉得我要提一下英国，因为英国最特别。大家要知道，就是我们以前在金融业的时候，英国有一家公司叫做伦敦金融城公司，可是它的英文叫 The City of London， 所以真正的伦敦市叫什么？叫 Greater London。所以伦敦金融城公司这家公司的历史非常非常的悠久，它其实比英国国会的历史还悠久。它是一个公司，可是它有它自己的人民，它有它的法院，它有它的警察，它在伦敦是城中之城。它是一个独立的行政法人，所以你知道吗？伦敦金融城其实是全世界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它从2008年开始就跟中共合作，那在2012年的时候正式成为所谓的这个人民币的这个最大的离岸中心，所以中国的公司可以在伦敦发行所谓的这个，像我们台积电是 ADR， 它也发行了这个股票，所以其实英国早就跟中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模式存在。那这一次，其实英国首相做这件事，只是希望说，我在政治上再告诉你一次，你如果做得太过分，对不起，我这些经济上我会走得更快。英国现在呢，真的是跟中国越靠越近了。那我们来看到印度哦，印度现在呢跟美国好像关税谈成了，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双方的说法好像还是有一点落差哈。我们来看到啊，这个川普强调啊说呢，美国啊将对印度的商品的对等关税从25% 降至18%。那么这个税率呢是比邻国
巴基斯坦还有中国还要低啊。但是呢，这看起来好像和好了。但是牛台琴就说了有一个细节很不寻常啊，那就是川普的发文跟莫迪的发文，两方呢是大相径庭。像是川普说亲爱的朋友之一，那莫迪说亲爱的朋友。那川普说降低关税是莫迪的要求，那莫迪说我非常的高兴得知美国降了一个是你要我降的，一个是他给我的这个明显的态度就不一样了。那另外呢，川普也提及了说两国达成了很多协议，像是呢，印度对美的关税最终要降到0啊，印度要购买5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还有印度呢会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还有要从美国跟委内瑞拉去进口大量的石油。那这4个点莫迪是通通绝口不提，直接消音了。所以到底是有没有谈成呢？我们就留了一个关子哈。不过呢，印度呢，这个时候呢也很特别公布了创纪录的850亿美元的一个国防预算，分别呢是比去年呢增长了15%，这有没有可能是针对中国呢？不过我们来看到这个印度的陆军参谋长的回忆录就揭露了，其实呢，莫迪政府的对中的政策呢，其实是比较有点被动的吗？来看到呢，在2020年的8月31号那个时候呢，4辆的中国坦克车呢，在这个步兵的部队支援之下呢，向他们的这个山口来推进距离非常的近。那他们呢就马上去联系了印度的政治高官，还有军事领导的一些关键人物包括了国防部长等等的，但是他们都没有明确的指示，显示了他们对于中印边境的危机呢，其实是粉饰太平没有去进一步的来进行这个相关的一个强硬政策的。而现在呢，也被爆出了说呢，印度总理他是不是去唱歌跳舞取悦川普总统呢？说在以色列唱歌跳舞来取悦川普，所以才获得了这个关税的降低。但是印度的外交部是严正否认的。但有没有可能最后呢，印度其实还是一个美国的小弟呢？但另外我们来看到越南也是非常的奇妙，他一边赚美国的钱，一边还要防止美国的兵吗？我们来看到东南亚3国呢，对美国的顺差是持续的扩大的，尤其越南在去年对美顺差竟然是年增了28%来到了1338亿美元的历史新高，成为东南亚国中的最大但是你这个顺差越高，就越容易被川普课税嘛，所以呢，他们也很聪明的知道了可能纺织业会被威胁，所以呢，赶快转向旅游业来缓解制造业的压力。那么2025年的旅游业呢是成长了8%，海外的游客呢也成长了超过20%。而这个时候越南的国防部呢在公布了一份文件这个文件呢是名为美国第2次入侵计划的一个原始文件所以越南军方呢正在为美国可能发动侵略战争去做准备，并且呢将美国视为好战大国没有把它视为一个战略伙伴反而还把它视为一个生存威胁，并且无意加入其反华联盟。而他怎么看中国的呢？我们知道中国跟越南在南海争端上面存在很多的分歧，但是这篇文件竟然是把中国描绘成一个区域的竞争对手，而不是像美国那样子这么大的一个威胁。甚至呢，越南对于美国向古巴石油的供应链商来加征新关税呢，也非常的表示关切甚至还呼吁美国应该要立刻解除对古巴的单方面封锁和禁运，采取措施和古巴展开对话。很明显跟美国的立场是有所不同的那现在谁最听美国的话呢？可能是只剩下台湾跟日本了吧。我们来看到高市早苗他还是坚持的走这个抗中的路线，而且呢，在竞选演说中呢，也呼吁要把自卫队写入宪法。他说为什么不能在宪法上写上自卫队呢？这是为了要将其定位为实力组织。请大家让我来修宪。而且现在也传出了日本的超市都停用了微信还有支付宝等中国支付了。难道呢未来中日支付就即将要脱钩了吗？好，不过我们先回过头来看这个美印的关税，这样子到底是有没有谈拢呢？我们请教赖教授。美印的关税如果真的如川普所说的话，那印度真的是很惨了这次印度真的是吃亏大了我不晓得
这个讯息是不是为真啊？但是川普已经是2次的来公布，第一次是在1月底的时候，他说印度一定会向委内瑞拉买石油。那美国为什么要讲这段话呢？也就是川普为什么要发布这个消息？最主要就是因为川普召集美国的大油商，他们要去委内瑞拉来投资，但是这些大油商兴趣缺缺。兴趣缺缺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委内瑞拉的政局不稳定，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设备已经非常的陈旧落后，第三个就是投资下去的钱很多啊，第四个那就是买家是谁。那现在川普等于是说我帮你找到买家了，那个买家就是印度，这是在1月底的时候他所公布的，印度那时候没有回应，在2月2号就是昨天啊，就周一的时候啊，川普在他的这个平台那个新媒体的平台里面，就洋洋洒洒的公布了所有的详细的讯息。这个讯息其实显露出来对印度是相当的不利。为什么？各位都知道啊，虽然川普对于印度课征了25%的对等关税，这是在去年4月，8月的时候，由于指责印度向俄罗斯购买原油，再课征25%的关税，等于是50%的关税了，那就很高了。可是我们都知道，在 WTO 的框架下，当时印度是发展中的国家，所以印度根据 WTO 的框架，它可以对美国课比它高的关税，而美国是高度发达的国家，所以美国对印度只能课比它低的关税。如果以平均值来说的话，美国对印度课的关税只有6%点多，印度可以对美国课很高的关税，那就形成了彼此之间的这个等于是竞争上不处于一个平行线。但是这个是当时 WTO 的规定嘛。好，那因此到去年为止来说的话，印度跟美国的贸易额总共就有1292亿美元，而印度出口到美国的产品有870亿美元。那美国卖到印度的就400多亿美元。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川普他公布说，印度的对美国的关税要从很高要降到0，而美国对印度的关税在过去是很低，那是川普自己违反 WTO 的规定，加了25%，再加25%，现在降到18%，就好像给印度很大的恩惠一样。换言之，也就是说，美国给印度的关税是18%，但是呢，印度给美国的关税要降到0，那各位想想，这是公平吗？这当然不公平。可是怎么会有人认为这是对印度是大好消息呢？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印度跟从俄罗斯进口的原油，每一天是120万桶以上。可是它现在1月份120万桶，2月份要降到100万桶，3月份要降到80万桶，目标要降到60万桶，等于是从俄罗斯进口的原油要越来越少。这第一个。那第二个，由于俄罗斯被制裁，被美国跟欧洲制裁，所以它的原油卖到印度的时候是非常非常便宜，打折再打折。所以印度有的时候它就是除了自己使用以外，它还有一大部分原油稍微加工以后就卖到美国、卖到欧洲去，它大赚利市。现在的情况是完全不可以了，然后只能向委内瑞拉买。可是问题是，它不是向委内瑞拉政府买，它是要向美国买，由美国叫委内瑞拉出口给它，定价权在美国。各位，你想这对印度怎么会是一笔划算的账呢？这不是一个好的买卖的。所以难怪川普提的这几点莫迪是绝口不提啦，而且这个国际原油的价格好像也没有太多的涨幅，看来大家都认为这都是川普的单方面说法吗？我们请教玉芳委员。印度的商人在全世界做生意都非常有名的，因为印度人这个跟他打过这个交道的国家，就是那些企业家，头是非常痛的。所以你川普是遇到高手啊！你现在印度答应你说，他现在就跟你买你的石油，不买俄国的石油，你就有可能性怎么样？去年我要查了一下一些相关的资料大概从2022年的2月到2026年，他印度一共买了俄国的石油，价值是1680亿美金，那是特别打折的。如果没有打折的话，这个大概是2-3千亿的钱了。一般的国家如果采购的话，所以你想，印度它
吃了这么津津有味，你要他说他吐出来说他不买了，有可能吗？一直到去年的11月啊，他还买了多少进口石油？俄国石油770万吨呢。你川普一直在恐吓他，回来以后，可他去年11月就买了770万吨的俄国的石油，而且这个石油还跟一个东西很有关系，跟武器啊。你要在印度有一阵子，他的武器，他几乎70%、80%都是俄国制造的武器，因为那时候美国是挺巴基斯坦嘛，苏联是挺这个印度嘛。啊，现在你说逐渐减少买俄国的武器，的确是有这种现象。可是，请问那些零附件要不要更换？你如果不买俄国的石油，然后跟俄国闹得不愉快，求你这些武器，你飞机还飞得起来吗？俄国制造的飞机。还有那些军舰，还有那飞弹，你还可以买得到吗？所以我认为印度现在就是敷衍他而已。你知道，去年的12月大概是4号、5号吧，普丁到印度去访问。印度这个总理莫迪还跟普丁谈到想要购买苏凯57，还有他的 S500最新的反攻飞弹。那你想看？在他心中，根本他还是认为俄国是他最重要的武器的供应的至少是来源之一嘛。所以我现在非常好奇哦，这两个都是高手了，对吧？印度人做生意真的是，我不太敢用负面的字眼去讲啊。不过大家跟他做过事情都知道，印度人实在太厉害了啦。所以你要他说，乖乖的听你的条件，他现在跟你说 yes。你说他一路会听你到底，我认为是我怀疑的，所以现在就看看你川普到时候如果印度还是继续买俄国的石油，你打算怎么制裁他？你打算怎么制裁他啊？如果你要让印度愿意完全接受的话，那你一定要给印度非常优厚的条件，半买半送这样子的搞。那你认为这些石油商可以接受吗？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是我真的我要看看这两个人哦，两个都是高手，这到最后哦，鹿死谁手，我是想真的很期待看到。而且两个人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说了之后不算话、不认账哈。我们来请教洪庭委议员。其实这个才是最关键的状况哦，因为刚刚岳方委员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印度的角色其实非常特别，就是说我不认为他有办法不跟俄罗斯买这个便宜的石油，最大的原因是印度自己本身也有很严重的通膨问题。如果这个油价整个上去之后，印度自己本身包括他自己的政权都撑不住，所以从本质上他就不希望去买这个部分。更何况他刚才有玉方委员说讲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套利交易，也就是说他买了俄罗斯的原油以后提炼成为这个燃油以后，然后呢他开始卖给所谓的美国跟欧洲。大家注意，我刚讲的是美国，对，这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是，其实美国买印度所提炼出来的原来自俄罗斯的这个原油，美国的企业买也创了历史的新高。所以其实这不是谁骗谁的问题，这是两个人一起在打假球。那美国为什么会允许这件事情呢？其实这里面我觉得就是看，我认为这两个人真的在打假球。因为美国为什么能允许这件事情？其实很简单嘛，我如果硬逼迫把印度的整个这个买俄罗斯原油的这个 cut off 掉，那俄罗斯会怎么样？他只能完全把所有的油都卖给中国，所以我等于变相的把中俄完全的推到一起，他们两个就完全变成所谓的依存，那他就失去了所谓战略回旋的这个状态。所以美国把印度的这个跟俄罗斯的套利交易留住，其实某种程度是不希望俄罗斯完全的就倒向了这个所谓中国大陆这个部分，这是一个很深层的战略考量。可是川普到底是懂还是不懂，还是在川普之下这些技术官僚在玩这样的一个模式？我觉得这个有待商榷。所以你可以看到，川普讲是讲一回事，可是私底下做是做一回事。那我认为川普是知道的，为什么？因为你看韩国在唬烂他的时候，他就对着韩国打。所有人在唬烂他的时候，欧洲在唬烂他的时候，他也对着欧洲去做这个部分。可是唯独对印度，他看起来是轻描淡写的带过，因为他很清楚，就是说，所以你可以从这里面就看到，第一，对美国来讲，我也不认为川普现在认为结束俄乌战争是他的这个所谓的 first priority。那反而中国 maybe 有可能是他的主要的谈判对手跟竞争对象，所以他才会去留着这样的一个战略回旋。所以你可以看到很诡谲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们口口声声说要结束俄乌战争，然后川普做了包括委内瑞拉、包括伊朗这些事，大家都说哦，他是为了石油，为了石油。可是真的要阻止俄乌战争，阻止俄罗斯赚钱，哪些地方哪个洞应该要补起来？就是印度嘛。可是印度这个洞始终补不起来，就算了。美国自己的公司还创下了历史新高，去买所谓的这个印度提炼出来的这个燃料，所以。基本上，我个人认为这根本就是一个完全的打假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这个打假球的原因，是因为它背后有更深层的战略考量。但是川普还是要嘴巴说自己胜利啦，自己拿下了大单哈。那另外我们来看到啊，中美现在的对抗呢，已经是慢慢的从一些经贸啊，来到了这个灰色地带的一个较劲。好，我们来看到呢，中美在南海呢是再度的较劲了哈。2月2号的时候啊，中国一架翼龙10无人机，还有美军一架 RC-135U 电子侦察机，在同一天呢，进入到了这个黄野岛附近的空域来进行活动。好，距离虽然是有一点远的，但是呢，为什么它非常的这个紧绷，或者是我们大家会特别的关注呢？我们来看到，就是因为啊，之前解放军呢轰6K 啊，他就曾经呢飞越菲律宾黄野岛海域的演习区，那距离啊这个马尼拉的距离呢，只有230公里哦，这很明显就是给这个菲律宾警告，说只要动武的话，不止马尼拉，连旁边最大的军事基地就是苏比克呢，都能够完全在解放军对地攻击弹药的一个覆盖范围内。而同时呢，这个明都洛海峡还有佛得岛海域呢水道就是这2个地方呢，这个呢是美军航母利用这个苏禄海快速进出南海的一个重要的航道也被称为呢是所谓第一岛链的咽喉。那么解放军呢，是能够直接去封锁这个航道的所以这为什么这个黄岩岛附近的海事是这么一触即发的。好，另外呢，现在美军呢也在南海呢积极的布局了我们来看到，他悄悄的在菲律宾呢成立了这个陆军的菲律宾轮调部队。那么此轮调部队呢是建立在强化防务合作协定的框架之下，是允许美军呢能够在菲律宾的指定地点去轮调来驻留的。那现在呢，共军呢，也是把这个除了南海之外呢，台海当然是也没有放过的，甚至就在台湾的旁边共军的055大区呢是发射了干扰弹。那么官媒宣称它是要驱离外机这个是央视近日的公开画面，显示呢，解放军现役最强的水面战舰055型驱逐舰延安舰在台湾附近海域呢，以发射电子干扰弹的方式示范驱离外国军机的一个作战情境而这呢，就是共军首度对外展示在台海周边运用电子战武器的画面显示呢，它的意图已经从备战压力，从传统的航空巡舰升级为看不见的电磁威慑了。除了南海台海，现在解放军呢也在全球展现了它的影响力。来看到在埃及中国寻求在埃及去建立一个军事的立足点，要拉拢精英阶层对抗美国。埃及的这个纳赛尔军事学院跟中国的军事机构保持密切连续的联系。双方在军事专业知识还有教育联合训练等方面都展开交流。那么去年4到5月，埃及和中国空军还在埃及举行了首次的演习那么这2方的合作呢，不仅限于军售，还包括了像开罗转移无人机的制造技术。中国训练与雷达系统都进一步的提升了埃及军队的一个作战能力。那么解放军和中国国防大学呢，也希望能够在埃及还有中东地区打造培养一支联合军事精英中埃的合作就是要削弱美国军事训练的一个传统的主导地位。而现在呢，中国的霹雳17飞弹呢，也首度公开亮相了中国的高度机密的这个 PL-17空对空飞弹呢是首次曝光。那么分析师就指出了，这个飞弹的设计目标是执行超远程作战任务。这种能力可能可以使中国的战机达到高价值的目标，像是空中的预警机还有加油机。那如果 PL-17得到证实的话呢，这表示就是中国在反潜作战领域迈出了一个重要的一步可以让它的作战范围超越现有系统，
不过呢，官方现在呢还是把这个规格呢列为机密，没有去讲话的。好，除了军事方面呢，在金融方面，现在中国呢也可能要积极的来做这个去美元化。好，习近平就呼吁要打造这个人民币为全球的储备货币，重申人民币建设强势货币的一个呼吁。其旨呢是在国际贸易还有投资外汇市场中得到广泛的运用，达到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而近期人民币走强之前离岸价呢是一度升破了6.93。那么美国财政部呢早就在敦促说中国允许人民币升值，称人民币被严重的低估了。不过呢，人民银行也公布了今日进行1055亿人民币7天期的逆回购，中标利率维持在1.4%。那这样子的逆回购呢，是希望呢有助于资金面呢去保持平稳很明显的，现在美中之间的较劲呢，已经不是再从这种很明显的对抗呢，来到了慢慢的金融战，似乎是在玩看谁能够撑得久的游戏吗？我们请教赖教授。我觉得先看一下南海的问题小马可斯上来以后推翻了这个杜特地当时所定出来的对中国大陆的这个外交政策的一个框架。而我们都知道，在杜特地的时代南海我们相对来讲是和平跟稳定的。但是小马可斯上来了以后，南海就进入了不稳定的一个状态。那当然背后跟美国有很深的关系。小马可斯从美国那边应该有得到相当的好处但是问题就在于菲律宾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事实上给菲律宾这个国家没有带来好处。例如说，中菲的关系搞坏了，经济的发展也就做不起来。而菲律宾事实上在美国的大力的支持下，他也不可能改变现状。他对于黄岩岛，他也不可能去占有；他对仁爱礁，他也不可能去占有。相对来说的话，解放军他反而在跟菲律宾的矛盾、跟冲突、跟紧张的对立中，我们看到他的双航母进入到菲律宾的东跟西两的外海进行演练。这个在过去不容易这样做的，因为如果你的两个航母在菲律宾的周围就马尼拉的东部跟西部进行这样的一个军演，会被认为是挑衅的行为。但是由于双方的关系紧张中国大陆的两个航母战斗群就在这个地方举行演练，就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那过去大陆的这个导弹驱逐舰或者联55等这种护卫舰，它本身也不容易在这个菲律宾的南部的海域进行这种穿梭性的军事演练，现在都变成一个常态。我们所看到最近所发生的案例，就是这个轰6K 本身带的这种中程的弹道导弹，可以对于地海空对海、空对地的导弹，它进入到这个菲律宾马尼拉的外海，这200-300公里的地方，那么进行实弹的一种演练，其实就等于是对马尼拉或者对于这个美国或者是菲律宾的军事基地都可以进行实际的作战演练。这个在过去也都不方便做，现在都变成可以这样做。所以我个人觉得，小马可斯的在南海配合美国这样搞，其实没有给菲律宾带来实质上的好处。其实连美国自己都没有得到好处。为什么？因为过去大陆不能这样做，也不好这样做，所以美国的军事基地在那个地方相对来安全。可是现在的这个战机已经直接到你的射击点上，对于你实施实弹的或者实战的这种演练的话，那这个对于如果中美一旦在这个地方爆发冲突的时候，解放军其实打得就更顺手了，因为等于是在现场现地进行演训，这个作战能力当然就提升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南海的局势中美之间的对抗是从来没有停过，菲律宾也在其中。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中美的战机又在南海对峙了吗？我们请教林玉峰委员。最主要是越南跟新加坡的态度他们的外交的那种手法不太一样。你看越南跟中国大陆其实1979年打了一场战争，这还蛮大规模战争，双方其实死伤是不少。可是越南在那次战争里面，他就有所体会，你知道，他就觉得说他还是要跟中国大陆维持一个好的关系，因为地缘政治嘛，中国大陆是个强国嘛，所以其实双方在南海我们看不到他们的竞争是
不是那么轻松了。越南这1-2年的造岛的速度不会比中国大陆慢的，他也在吹沙造岛啊。可是呢，中国大陆对越南的这种做法了不了解？了解。双方有没有为这个来公开的冲突？就像以前的西沙的这个战争一样，没有。好，所以这个就是说，双方知道怎么来往，尤其是越南。可是呢，小马可是上台之后的菲律宾完全不一样。他没有管理什么地缘政治，他的想法就是我现在有美国做靠山，当然美国人也可能了解他一些什么东西啦，哦，对，当时马可是带了多少钱到美国去嘛，我们大家都晓得嘛，哦。可是事实上，如果今天中国大陆，就是说如果爆发战争，对美国来讲，南海比台湾要遥远很多。你看美国在亚洲的主要驻军在日本跟这个南韩大概有8万人，可是呢，你从美国如果要到这个从那霸到台湾，就琉球的那霸650公里，可是从那霸要到马尼拉是1500公里，所以对美国来讲啊，南海是一个比较，就是说这第一岛链里面，对美国来讲，他最担心防务比较脆弱，要去驰援会比较困难，其实就在南海。就是菲律宾，所以我不知道菲律宾是怎么去想这个问题。比如新加坡有相当的美国的这个军事的这个部署啊，那个飞机啦，还有这个军舰啊这些。可是从新加坡到马尼拉2370公里，还蛮遥远的。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换言之，我如果要选择冲突，要跟美国来进行这样一个对抗，那我想他会选择南海。我不认为他一定会选择台湾。当然了，这2个地方不管哪里发生战争，另外一个地方都可能被波及了。对，这当然是有可能了。不过这是主要我要强调，菲律宾你要了解自己所处的环境，其实是蛮险恶的。所以美军才偷偷的在这个菲律宾成立轮调部队，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全球去美元化，人民币要崛起了吗？请教洪庭哥。你看习近平所提到的这个部分哦，就刚好配合最近的这样实施。就像我刚才所提到的，大家应该比较少人知道，其实伦敦金融城是所谓的人民币离岸中心里面最大，是全球最大哦，还不是所谓“一带一路”的这些亚洲国家，也不是俄罗斯哦，都不是，也不是非洲，也不是南美洲，那居然是伦敦金融城。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其实过去中国在崛起的过程当中，他就希望一件事情，就是我希望让我的人民币能够国际化，我希望在整个这个金融的这样的一个角度跟经济货币这样的一个部分，我希望能够慢慢的变成一个除了不是美元是唯一的选择。所以你看，包括我们过去在讲，就是说俄罗斯一开始俄乌战争在打的时候，大家不是讲说什么核弹级制裁 SWIFT code， 就是美元结算的这个系统。那中国也自己成立了自己的这个所谓人民币结算系统，叫 CIPS。可是现在这个比例是多少？98:2。也就是用所谓 CIPS 的大概只占全世界的这个资金流动的2%，但用 SWIFT 的还是98%。